日本20式步枪最大特点就是没有特点，当然这不是它的缺点，反而是优点，这也是日本防卫省想要看到的。日本的89式突击步枪只能说性能一般，准度的确可以，但是可靠性、人机功效、拓展性等方面都不如世界主流步枪，并且价格很贵。不过20式上面以上缺点都不见了，祖传的双脚架也有所改进，而实现以上这些目标的代价就是让20式变得没有特点。那么日本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款步枪？与过去的89式、64式步枪相比，20式改进了哪些方面？对于89式步枪，火力军的评价只有一个：能用，但不是很好用。枪身头重脚轻，长时间使用太累了。短行程火塞系统的主要零件都集中在前护手上方，肩射时要比 M16、M4 多费点力气才能维持平衡，这个是设计问题。短行程火塞系统的枪械都有这个毛病，人人也就过去了。而且89式还有个双脚架，架在地上射的时候完全感觉不到累。89式最难受的还是人体工学设计，开保险时不顺手，平常训练不用担心什么，但如果是实战的话，那就要操心自己的防弹衣穿的够不够多了。加上其他的一些小问题，连日本自卫队大头兵都不是很喜欢。日本特种部队那边也选择其他的步枪，用的是 HK416 与 M4。 这个问题日本防卫省也知道，但是改不了。89式已经在生产线上了，这就好比去饭店吃饭，吃到一半觉得不好吃，但这个时候想退就已经晚了。而且身上就那么多钱，也不能点其他的，为了不饿着，只能强忍着泪吃下去。日本防卫省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在对比 M16、M4、HK416 等步枪后，虽然89式在精度上有一定的亮点，但缺点更明显。对于日本而言，这个时候已经没办法换枪了，而且这个饭虽然不好吃，但也不至于不能吃，想吃其他东西就只能等下一顿。于是89式就在日本自卫队服役了几十年，等到下一代步枪再改进那些小缺点。这个下一代步枪就是20式。2020年5月，风和20式突击步枪正式亮相，以取代服役超过30年的89式。不过在诞生之初，日本还是玩了不少骚操作，比如操控招标结果，冠军直接提前内定了。89式用了几十年之后，日本防卫省觉得可以换枪了，于是在2014年8月，日本陆上自卫队宣布要装备新式的突击步枪来代替老式的89式。当时参与选型的步枪不少，包括 HKG36、HK416、斯泰尔 AUG、SCAR 以及日本风和设计的20式。89式也是风和的产品。等到2018年，就剩下3种步枪进入测试： HK416、SCAR L 以及风和20式。并分别购买了3种型号步枪的样枪，进行全面的测试与考察。在进行威力、有效射程、精度以及后勤保障能力与成本等指标后，陆自得出了一个结论：这3种枪都能满足需求。不过20式的单价和维护成本最低，于是日本防卫省选择了风和。在确定冠军后，日本防卫省拨款9亿日元用来采购第一批20式步枪，还有1亿日元用于前期的准备。第一批接收新步枪的单位就是驻扎在长崎县的快速反应部署旅，这是日本陆自专业的2栖作战部队。怎么说呢？如果说在招标项目中没一点内幕，火力军第一个不相信。当然，这不是说20式的性能有问题， HK416、SCAR L 以及风和20式这3款枪的确都能满足陆自的需求，毕竟现在的步枪都大差不差。就像手动步枪发展到2战的时候，各国的步枪基本一个样子，细分下来主流只有3-4种构型，自动步枪也是如此， 5.56毫米更是如此。短行程活塞系统、 AR 机头、 ACR 的枪托护木、 SCAR 的机匣、 AR15 的扳机组，伸缩枪托可以折叠可升降的贴塞板，机身则是旅行材架子上加螺丝固定各种东西，然后再加一个导轨。以上这些东西在一款 5.56毫米新枪上都能看到相似的影子，无非是细节不同，想要加点新东西那就模块化。可以说现在的步枪设计已经固化了，不过这也没办法，在工程师眼里这就是最优解。原理相同，配似相制，性能自然差不了太多。只是如果说20式的单价和维护成本最低，那火力军就要站出来说一句了：只要日本坚持自制，但枪械的生产数量不够，价格就不会低。64式、89式就是最好的例子。在生产20式步枪时，其单价为2600美元。不清楚这个价格是包括光学瞄具和下挂的榴弹反射器，还是只是单枪的价格。但不管是哪一个，价格都偏贵。之所以维护成本低，那大概是借用了风
丰和公司的底子。相比之下，如果选择 HK416 SCAR-L， 路自就要从头开始建造维护体系。不过考虑到生产数量， HK416 SCAR-L 的价格肯定比204低。美军购买 SCAR-L 的价格大约为$1500 ，HK416 大约为$1600，足以弥补维护成本的问题。日本选择204最关键的原因，大概还是为本土军工企业谋福利，和 HK416 SCAR 的招标其实就是走走形式而已。不得不说，这操作火力军看着很熟悉。当初日本在招标 F2 的时候，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不过与 F2 不同的是，在步枪选型这方面，日本还稍微收敛了一点。在新步枪的招标中，204已经有样枪了，而且已经经过测试，性能上有一定的说服力。不像 F2 招标中，三菱重工拿个 PPT 就干掉了 F16C、超级大黄蜂以及狂风 IDS。所以日本防卫省选择204之后，其他的枪械生产商也没有跳出来闹事儿。研发 F2 的时候，日本可是费了不少功夫，项目重新招标，最后没有选择 GF210 的设计方案，而是选择与洛马联手，在 F16 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在新步枪的招标中，过程虽然花了点，但不管怎么说，结果就是204成为日本的新一代突击步枪，性能也还算不错。就跟上面讲的那样，其最大特点就是没有特点。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89式步枪的问题，在设计204突击步枪时就大刀阔斧地进行修改，并且是拿来主义，什么好用用什么。对于204的特点，一句话就能概括：平平无奇。这是典型的货架技术产品，技术包括活塞短行程导器、全通上皮轨、模块化可换枪管，左右两侧可以操作手动保险，空舱挂机解脱杆、弹匣卡栓、拉机柄左右互换等，整体算下来，基本是步枪的成熟技术和设计思路。在外形上，其实也就是 AR 和 SCAR 的杂糅体。这也就导致204也被称为亚洲 SCAR。不过，就跟上面说的那样，这是新式步枪的常态，利用货架技术压缩成本和进度，提高整枪系统的易用性与可靠性。日本的选择也是如此。就血脉来看，日本枪械的发展就是 AR18 到89式，再到20式。丰和就是在生产 AR18 后研发的89式，最后则是20式。所以带 AR 的特点很正常。当然，这种货架产品也是日本想要的。虽然没什么突出的特点，但是它便宜好用，还很可靠。在最初购买时，204的单价27万日元，按照当时的汇率来算，这个数字已经超过$2600。后续虽然会因为采购数量增多，从而降低价格，但也降不了多少，其最终采购总数可能也就15万支，看起来很多，但完全比不上 M16、M4。这也是日本步枪偏贵的问题，追求工艺，但数量上不去，无法平摊研发费用。在64式与89式上，日本已经吃了这方面的亏。所以20式就做出了一定的改变，虽然价格比 M16、M4、SCAR 与 HK416 贵，但是比89式便宜。89式的单价为$3900，20式才$2600，一支步枪就省了$1300。15万支呢？这样一算，日本之前亏了多少钱？当然，作为日本的新一代步枪，除了价格，细节方面也能好好聊一聊。在自动原理上，20式采用类似89式的短行程活塞系统，同样有一个气体膨胀式。火力军估计这是直接抄的89式。当火药气体进入活塞筒后，在膨胀式膨胀推动活塞，并带动枪机框以低后座运动。这种模式可以避免火药气体污染枪机，各零部件的使用寿命也很长。89式就很耐用，枪管寿命极高，能达到4万发。89式步枪的另一个缺点就是缺少现代步枪标配的通用型附件安装导轨。20式改进这一点，上下两面都设有皮卡丁尼导轨，可以安装多种光学瞄具，扩展了武器的技术性能。护目侧面和底部则是皮卡丁尼导轨和 M-LOK 接口。顺带一提，虽然加了这么多东西，但20式有一点与89式完全不同，比如加装榴弹发射器。在公开展示中，20式可以在步枪下方加装榴弹发射器，但89式不同。在此之前，陆自一直都是大金公司生产的06式枪榴弹，而不是枪挂式榴弹发射器。有导轨，可以加各种配件，还能塞榴弹发射器。20式的扩展性直接拉满，而且短行程活塞系统都有枪身头重脚轻的问题。在这方面，20式也有改进。为了降低枪身重量并改善平衡，20式使用工程塑料制造枪托和下节套。这个塑料可跟大家想的不一样，强度很高，并且还在结构中加入补强肋条设计，兼顾减轻重量和强度的需求。89式的3点发射设计在20式上面也没了，它取消了89式的3发点射功能，仅保留单发和全自动发射模式，这一点倒是没什么。
步枪最开始使用3发点射，原因是认为训练不足的士兵无法掌握枪械连发射击的技巧，3发点射则可以提高命中率。不过士兵使用步枪的目的就是借助猛烈的火力压制敌人。3发点射与全自发射到底谁更好，到现在也没有结论，所以选择去掉3发点射也没什么。而且在89式上面，3发点射机构属于独立设计，安排在扳机后部，虽然更毛简，但加大了枪身重量以及维修难度。如果20式继续使用3发点射功能，估计这一点也会继承。从这方面考虑，去掉反而更好。结构变简单，可靠性自然是稳步提升。20式的防腐蚀及可靠性指标很不错。按照日本防卫省的说法，在海水中浸泡之后，可以直接取出排水兵射击，不用担心腐蚀的问题。至于祖传的双脚架，20式的确还有，不过藏得比较严。在垂直前握把里面，这东西唯一的优势就是提升精度。虽然一直说这是日本祖传的，但是对精度的偏执其实不止日本。一贯粗放的俄罗斯也想过给 AK 装单脚架，提高握射精度。突击步枪自带2脚架也不是日本的专利，法国的法马斯 F1、意大利的 BM59 等也是如此。不过像日本那么偏执的还真没有。二战的时候，日本就极度强调射击精度，也确实有效。20式安装双脚架，火力军只能说不忘初心。不过与之前的89式、64式相比，20式好了一点，毕竟可以加装榴弹发射器。除了以上这些，20式还有一点与89式不同，其具备了一定数字化功能，轻武器与信息化专编，听起来就很诱人。就目前的消息来看，20式具备信息化步兵相配套的武器系统，由日本军工企业独自打造，特征就是那个很大的瞄准镜，可以与头显、鼓岛式耳机和喉麦相连。还有消息称，之后每个日本步兵班的班长都会配备有一个兼具热像和测距功能的观瞄仪，加上火控系统，这是集观察、瞄准、测距、修正弹道于一身。有这一套系统，火力军都能变成神枪手，单挑美军特种部队士兵。不过由于没有实际体验过，这到底是不是真的还不好说。当然，作为日本的枪械，除了性能优势，缺点也不少，比如不好看，还有点胖。上面我们就说了，20式是典型的货架产品，只是也正是因为大量借鉴了其他枪械的技术，然后凑到一起，这就导致20式的外观不是那么帅。从外形上看，相当于 HK416 加 SCAR。虽然日本媒体声称20式属于完全自研，但实际到底如何，估计大家也能猜到。其次，20式还稍微有点胖，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机动性和灵活性，其重量约 3.5 公斤，再加上各种附件，重量将进一步增加，不利于长时间行军。如果是那些数字化附件以及那个看起来很大的瞄准镜，就会处于横宽状态。美国媒体就特意报道20式是一个小胖子。总的来说，相比扩展性不足、快慢机不合理以及无枪挂榴弹发射器的89式，20式在性能上很不错，算是赶上了时代的潮流。不过其总体设计又与10几年前的 SCAR 和 H416 相似，不仅找不到特别突出的特点，还存在一定问题。当然，这些小问题在日本防卫省的接受范围之内。出于成本、可靠性与性能的角度考虑，20式也是日本想要的一款步枪。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20式有哪些特别突出的点？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点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